继续讲孟子的性善论。上次说完了四端之心，四端之心是人人生来具有的善心。这个四端之心呢，就像树根一样，其他的各种善心善行，比如仁义礼智，我们叫四德呀，都是由这四端之心长出来的。四端生四德。孟子说：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，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，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，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品质啊，不是由外面强加给我的，而是我固自当有的。固自当有，意思是如果让四端之心不受阻碍的发展成熟的话，人是一定会有仁义礼智这些品德的。四端之心是善根，是与生俱来的种子，是人人皆有的。而仁义礼智这四德呢，是善行，是种子长出来的果实，它是不一定有的。什么情况下种子就长不出果实呢？就是当人被感官欲望所蒙蔽的时候。公奴子问曰：君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孟子曰：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曰：君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公奴子问：同样是人，有些人被称为大人，有些人被称为小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孟子说：跟着大体走的就是大人，跟着小体走的就是小人。公奴子没听明白，继续问：同样是人，或者跟着大体走，或者跟着小体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曰：耳目之观不思，而蔽于物，物交物则隐之而已矣。心之观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孟子说，人的耳朵、眼睛等器官不会思考，因而会被蒙蔽。耳目之观一接触外物，只是被引导而已。心这个器官则会思考，会反思，知道用心之观反思，就会得到本心；不知道反思，就得不到本心。这种结构是上天赋予人类的。每个人都有心之观跟耳目之观，心之观就是大体，耳目之观就是小体。每个人都有大体和小体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，此为大人而已矣。首先确立大体，那么小体就不能占据人的心灵，这样的人就是大人。相反，如果被小体占据心灵了，整个人沉浸于耳目口腹之欲，这样的人就是小人。大体能够将人的生命活动引向理性之路，通过理性的自我反思，循序渐进，培养四端之心，成就四德之心，最终达到道德的境界。这是一个成就大人君子的过程。而小体只能将人的生命活动引向感性之路，一味追逐外物，不知满足，直至堕落为小人而不觉醒。孟子将四端本心的根据直接归到了天。孟子引《诗经》中的一句话说：天生征民，有物有则。天创造万民，有万物也有法则。这个法则指的是为人处事的法则，也就是道德。天不仅创造了万物，也创造了道德。民之秉仪，万民生来就有一个常性，好事易德。这个常性就是百姓喜爱美好的品德。这些美好的品德呢，都是来自于天的，是天之所与我者。关于人性来自于天，孟子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就是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只要你能充分扩充你心中的四端本心，你就会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了。知道了人的本性，你就知道天了。人的本性是来自于天的。以上就是孟子设计的一个人的心性结构，咱们画个图总结一下。首先，人有一个四端之心，这个心是本心，是善根，是种子，是人人皆有的。然后四端之心在正常情况下会成长出仁义礼智四德。这四德是善行，是果实，是人人固自当有但不一定有的。为什么当有但不一定有呢？因为人有耳目之观，各种的欲望。如果欲望不受节制的话，就会蒙蔽本心，产生恶。这样就把人心分成两块，左边是善，右边是恶。然后善根和善行这俩都是善，可以统称叫做良心。
因为孟子是既心言性的，人性就是善心，善心就是人性，人的良心就是人的本性。然后作为人的本性的良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天来。这就是孟子心性的整体的一个图。对着这个图啊，咱们再说两个小问题。第一，善心的根源是天，那恶心的根源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孟子没有回答，后来到了宋明时期的儒家才开始回答恶的来源问题，咱们稍后会讲。在孟子这里啊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是说人性本善呢，还是人性向善呢？本善就是生出来就是善的，天然就是善的。向善呢，就是说生出来不是善的，然后人会向着善的方向发展，最终成就善心。有人说孟子的性善是本善，有人说孟子的性善是向善。孟子到底是本善还是向善呢？通过咱们画的这个图，可以很容易的回答这个问题。首先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，因为人生来就有四端之心，然后人性也向善，因为人要在后天成就四德，所以人性是本善与向善的统一。最后讲一下孟子的功夫论，也就是如何做心性修养。孟子的修养功夫可以分成两个步骤，或者说两种方法。第一个步骤，自觉到良心在我，不假外求，意识到自我有充足的修德成善的禀赋，这个过程我们叫求其放心。第二个步骤，良心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，由内而外的渐进扩充，这一过程我们叫存心养性。先说第一个步骤，求其放心。人心也，亦人路也，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孟子说，人是人本质的良心，义是人应行的道路，舍弃人生的道路而不走，放弃良心而不知求回，太悲哀了。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。人们的鸡犬丢失了，尚且知道寻求回来，可是丢失了良心，却不知道寻求回来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做学问没有别的，只是寻求丢弃的良心本心而已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而已。仁义礼智不是由外面渗入到我内心的，是我本来就有的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反思罢了。这里的思便是要自觉地反思到仁义礼智之禀赋在我，修德成善乃是我的自主自由的活动。修德成善不是外在的强制，而是自我的要求。这就是第一步，发现自己的本心。然后第二步，发现自己的本心之后，就要存养扩充，存心养性。君子所以异于仁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君子之所以和普通人不同，就在于君子存养本心，存养人心，存养理心。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如果得到一定的培养，没有什么事物是不生长的；如果失去了培养，没有什么事物是不消亡的。孔子曰：“操则存，舍则亡，为心之谓与。”孔子说，把握住就能存留，舍弃就会消亡，这就是针对人心而言的吧，就是让你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直接扩而充之矣。若火之使然，权之使达。凡是有四端之心的人，都知道要扩大充实他们，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，泉水刚刚开始流淌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如果能够扩充他们，便足以安定天下；如果不能扩充他们，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。那如何养心呢？养心的要点就在于寡欲。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寡矣。修养内心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欲望。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，即使本性有所失去，那也是很少的；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，即使本性还有所保留，那也是很少的。这就是存心养性。通过求其放心、存心养性这两种方法，就能达到孟子的理想人生境界。孟子的理想人生境界是什么样呢？万物皆备于我，
这里的万物指万物的道理。孟子讲的道理不是物质的客观规律，物质怎么运动什么的，不是那个道理。孟子讲的道理是做人的道理。万物皆备于我，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实现了全部的做人的道理，德性在我内心已经充实圆满了，我实现了全部的美德。反身而成，反身就是反身内求，反过身来向内寻求自己的本性。诚就是真实不虚，行如其言，言如其心，心如其性。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与人的本性相一致，就是诚。乐莫大焉，心中的本性全都实现了，说话行动自然的和本性保持一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快乐了。这就是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。孟子的性善论呢就说完了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讲孟子的仁政。